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960和1093的 KVK，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。那今天这个影片才来录制呢，是原本想着说可能93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会反击，没有想到他们是完全没有反击的。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领土还有很大一片。那今天看下来，他们领土剩下这么少，然后我们的盟友推进的速度也是挺快的，所以这边我就开始拍这个影片来说一下这一次的 KVK。发生的经过。那如果各位没有看到那时候 KVK 发生的事情的话，可以去我的频道看，因为我是少数几乎都是在线的玩家。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第一天我就已经在线24个小时，甚至是28个小时了。然后第二天也是接着在线23个小时，第三天也是在线十几个小时。所以我是有权利说一下这一次 KVK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。那之前的战斗呢就不太精彩啊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还是在黄庭。那么这边就开始说一下我们黄庭的经过吧。那你们可以看到960一开始的速度还算是挺快的，原本93他们是打算要从这个位置出去的，那960这边速度比较快的关系，所以挡着他们去路了。但是没有想到93另外一边的路线建旗帜的速度是比起960还要更快的。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位置是已经挡住了960紫色的旗帜，所以这边路途上我们就被阻挠了。因为93如果他成功建旗帜的话，大概率是会往这个方向斜着建上去的，就变成说960的路线也要慢慢的往上建过去，除非960的速度比较快，他就可以从这边往下建。那事与愿违啦，就没有成功。至于我们盟友的情况呢，还算是比较顺利的，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黑暗祭坛挡着了，所以不会导致说我们的盟友是没有其他的位置可以建旗帜出去了。反正我们这边会比较困难一点，我们这边是没有黑暗祭坛来挡着这个路线的。接下来就是第二张图片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路线慢慢就改变了，就是因为93他们从这里建了一个旗帜出去之后，就变成960的旗帜也要被强制的慢慢移上去，而且93的速度比较快嘛，就算我们打算要去拆掉的那个旗帜也是来不及了，优先要做的事情还是往前继续建。但其实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在这个时候960的旗帜其实跟93差不多了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贴着93建了，一方面也是怕那个旗帜会被93打掉了，所以他们是选择了往上一点点去建旗帜，就导致成960他们是没有办法碰到深层的。如果是平平的去建旗帜的话，那960的路线越来越窄，就往上去了。至于我们盟友的情况，118跟水镇林这边呢，可以看到他们是成功顺利的把旗帜往下建，速度是比起水镇林还要更快的，所以他们这边进展还算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到了这个情况啊，就比较不妙了。你们可以看到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。至于我们盟友土镇林的情况，其实还算是比较顺利的，只是到了这里的时候，慢慢被水镇林顶上去了。如果可以拿下到中间这个位置的话，会更加好一点。至于93，因为他们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所以像我之前所说的，人多好办事，所以他们这边起路也是比较快。那960的领土是少的非常可怜，因为这边上面有一个野蛮人的据点，就变成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建自己的领土。那我们这边的领土被压缩的很严重，很少位置。那我们派兵啊，要去打敌人的时候都很艰难，要从这个地方慢慢走过去。你们看我城市的位置就知道了，这个地方真的很难受。那93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大片的机场，就算这里的机场不见了，他们还有这么大的位置，所以对于93的战线来说呢，会比较有利一点。至于我们盟友的情况呢，当然是我们盟友比较好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位置也比较大片一点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盟友土镇林他们后面的位置是比较少一点的，也比较薄弱，所以他们要守住后面呢，要加固后面，前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接下来到了我们旗帜建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最终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盟友土镇林是有跟93那边接触到的，然后我们也是有跟93接触掉的，所以当时候其实是可以两边互相帮忙啊，就是我们过去帮
土正宁，然后土正宁来帮我们去打那个93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位置实在是太差了。至于水正宁这边呢，也是由土正宁他们暂时要自己去解决，因为我们也帮不了。93的人数也比较多一点的，毕竟他们有2个王国嘛，93跟2027。那接下来这个情况呢，就是我们跟盟友要求了哪一点位置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只有这里上面一条的 TP 位呢，增援是很慢的，所以就选择了从左边还有上面派兵过去打93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盟友那边也是同意了，因为盟友这边会施加很多压力啊。这里有接触到93也可以进攻他们，同时间他们又要去防守水正宁，所以盟友就选择了让出这个位置，让960去打93，他们就单独面对水正宁。到了下一张图片的情况呢，其实是已经距离皇庭开启之后的12个小时了，是下午的1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就没有改变的太多，然后93他们有在压缩我们领土的位置，但是我们还是坚守着了。这边的情况也是差不多了，就盟友让出那个位置给我们，那盟友就专心去打水正宁，他们后面也是加固了，前面这里也是位置也比较多，所以他们暂时在这边打，先处理后面了，因为后面他们位置比较有优势嘛。如果在对方他们到 time 的时候去进攻会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他们那边比较有力的、比较强的对手算是2293吧，2293是北美时区，跟93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对于960还有土正宁来说呢，是很好的进攻时间，在下午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土正宁的领土有慢慢的扩展一点点了，稍微一点点，因为截图的时间比较接近啊，所以就看不出有什么差别。那土正宁他们优先就是把这里给推掉，推到水正宁的门口这边去。至于960的情况，你们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进展，其实有推进了那么一点点。你们可以看到原本这里的位置比较小一点点的，到了后来就变得比较多了。但是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你们看到这里变成20点呢，也就是傍晚6点的时间，这个是1点，算3点吧，3点到傍晚的6点，我们才推进那么一点点而已。然后你们看土正宁，他们从这里推到几乎到人家门口了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进度实在是太缓慢了。然后93那边防守真的太好了。到了后来这个时间点呢，已经到了晚上的12点，算早上12点吧。93他们又到了活跃时间，一瞬间把960原本拿到的领土又推回去了。那我们盟友这边还算是比较顺利啦，基本上是已经处理好左边的情况了，但是960这边的情况就不太妙了。这个时候还看到960还算是 OK 的吧，但是看了下一张照片，直接被断旗帜了，这个有点好笑因为我们花了整天的时间去建了很多旗帜，去做了很多东西，但后来全部都被烧掉了，尤其是上面会比较明显啊，这边中间直接是被断开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收两边的领土啊。当你这边接触面积更多的时候，就变成说你的玩家必须要分散，你的车头也必须要比较多。那本身960的玩家就没有这么多了，在93 uptime 的时候，基本上他们是全员上线的，并且还加上他们阵营还有另外一个王国2027，所以960是很难抵挡93的。即使中途我们的盟友土正宁有过来帮我们撑这一下子，就是帮我们打一下野仗啊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往前推进，因为93活跃时间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很强的。那我们盟友也是需要忙自己的东西啊，因为他们那个时期也是2293上线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的盟友土正宁呢，他们也是要守着自己的领土，没有时间来帮我们太多，那只是偶尔帮我们推一下野仗而已。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情况啦，这个时间就来到了早上的9点
93也要慢慢的进入 downtime 时间了。但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跟上一个图片的情况是差得很远的。我们花了整天时间才推那么一点点，但是93只是花了几个小时就把我们全部领土拆到光光了，只是剩下前面这个位置。那后面93也是想要强力进攻啊，打算断掉我们的旗帜，那我们只能在前面这边打。那有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在跟93打野仗，有不少的玩家说哦，960是不是只是想要拿击杀而已，并不是。我们必须要把野仗推了之后才可以放集结。那因为93他们比较强势嘛，他们野仗又打得很好，他们防守又做得很好，就变成说我们野仗一直没有办法推进，就不能去攻打他们的旗帜。所以并不是说960的玩家全部你们都在打野仗，并不是，我们有努力了，所以你们不要误会，是真的有在打的。那盟友这边的情况是令人放心啦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不过中途我们的盟友图镇林呢，他们有一度其实是没有办法推过，偶尔我们也会过去帮忙啦，所以我们算是互相照应的情况。有时候他会来帮我们，我们会帮回他们，并不是说单方面只是接受图镇林的帮助而已。那到了这个时间点，93也要慢慢进入downtime了嘛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往前进攻了。虽然后面的情况不是很妙啦，因为被推掉很多旗帜，你们可以看到从原本这样子变成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后面又慢慢加固了，建回去一点点的旗帜，因为在93downtime了嘛，他们也不会推得特别强势。那我们这边前面就往前猛攻，往前推进特别多，从原本你们可以看到只有那么一小片的领土，然后慢慢变成这么一大片的领土，我们是花了不少的努力啦。因为93他们即使是downtime也是防守的非常好的。那我们盟友的情况呢，因为这边没有93了嘛，他们就往前推进，93这边也是慢慢掉下去了。这边原本是93他们打算让给水镇林的，水镇林来帮忙一起进攻960嘛，93跟水镇林打960。那我们土镇林的盟友呢，就过来帮我们顶着水镇林，我们专心打93，所以后来的情况就变成这样子。我们的土镇林盟友就可以往下，这边没有接触到93，对他们压力也比较少一点啦。那到了这个时间点，早上9点的时候，也算是水镇林的downtime，他们的时区跟93是差不多的。这个时区也是刚好土镇林跟火镇林960呢是 uptime 时间啊，人数也比较多，所以他们也是开始往前猛攻了。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呢，是到了下午的5点情况有慢慢变得比较好了，领土也是变得比较多，还在持续的打着，但是速度没有这么快啦。比较起我们的盟友土镇林，那盟友土镇林这边好像也是旗帜被烧了不少原本到这边下面的，然后被往前推进了不少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前后差距，所以盟友那边其实也不好收啦。我们有去帮忙盟友啦，但是真的分身乏术所以暂时只能顾着自己，然后偶尔会派一些人，派几个玩家过去帮盟友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是有接触上啦，我们也是有同时给水镇林施加压力，不只是让盟友这边自己去扛着而已。然后这边有看到水镇林他们让位置给93要往外面打出去了，所以原本这个位置是由土镇林拿下的，但是被慢慢顶出去了。接下来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是已经晚上11点了，93开始上线了。那其实对于这个时候来讲呢，我们是比较痛苦的，因为这个时候93是全员上线了，他们就是想要把960直接推到光，把960全部清光光，所以那时候的晚上呢，不只是只有93，他们的盟友也有过来帮忙打我们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顶住了，虽然我们已经推进了很多旗帜，有不少的玩家全部都集中在这边，但我们还是跟盟友那边请求帮助啦，要他们帮我们推一推野仗，让我们建旗帜成功，仅此而已，没有说让盟友完完全全的帮我们打93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要去防守自己的路线啊。这里他们就把原本93建出来的旗帜给拆掉了，这里也是有往前推进，这里也在抵挡着水镇林，960这边同时也是接触93跟水镇林。那时候我记得
土正林是成功帮960建起2个旗帜，推了大概2波野战之后，就没有什么来帮忙960了，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忙嘛。这个时候960就使用了另外一个策略，就是死守，因为这个时间是93进攻特别强势的时间了，所以当时候960是把那些战力很高的玩家全部都移动来前面，让他们一样子去填兵，并且我们是使用了纯兵驻防，因为我们也知道93虽然他是人很多，但是大多数的玩家战力都不算特别高，所以如果他们硬要去打下那个旗帜的话，必须要玩家都去围殴旗帜。那时候他们围殴旗帜呢，是很敢去围的，是觉得说960可能今晚就已经没了，960就会回去了，所以他们有尝试过去进攻，但是后来发现到我们这边防守没有办法让他们进攻下来，所以后来他们就选择了放弃，就开多次集结，然后去围殴，然后集结一倒下来之后呢，他们就不再围殴了。多数情况是这样子，那也不是说当天没有被烧旗帜，也是被烧了蛮多旗帜，但是我们的路线依然是保持在这里的，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路线往后退，我们有叠加更多的旗帜。那非常幸运的，我们是成功的坚守下了这个困难的晚上，因为当天晚上是真的93发疯了，他不只是自己来打我们，他们还派了202过去打我们的盟友土正林，所以他是兵分2路的，因为他们人数真的是太多了。960除了后面要防守，前面也要防守。到了后来，也就是第二天，这边的时间是大概晚上8点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已经顺利的成功往前推进。这个时候93是有不少玩家已经慢慢的撤退了，然后他们防守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猛势。那我们这边盟友的情况呢也是非常顺利，他们这里也是慢慢突破了，打算从下面开始烧，前面也是同时进行去烧掉。960也是把这边93的旗帜烧掉了。到了后来领土就变成这样子。那其实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也看到了吗？晚上8点，一般来说93他们上线的时间是大概9点11点左右就会上线了。我有没有想着说这个情况93会不会上线，然后把我们这边的旗帜全部都拆毁？那可以看到这个情况，其实93这边的路线呢是已经没有办法坚守了，因为他们能够牵扯的领土太少，所以这边其实我不太担心，我比较担心是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，因为他们这边领土还算是蛮大，如果他们真的肯打的话，是可以把我们的旗帜给打下来，我们也要防守的非常艰苦，而且还有多一条路线出来。但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好像是已经放弃了，就没有去抵挡我们的进攻，然后旗帜全部都被我们烧掉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从这样子变成了这样子。当然我们烧也不是说烧得非常顺利啊，因为他们还是有做一些防守，反而水阵营那边就好像是全面撤退的样子哦，土阵营那边推进的特别快。因为其实到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93加上水阵营的领土呢，其实还是超过一半的。我原本还想着说他们可能会坚持到圣城开放，因为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，圣城开放还有大概2天时间吧，但没有想到就是他们选择了放弃撤退。那一方面我是想到说可能他们是已经没有资源了，因为他们那样子跟我们打是自己也是蛮伤，他们上一场 KVK 就是跟我们打的那一场 KVK， 就是960跟2377的那一场 KVK， 他们跟1365也是打了蛮长一段时间，还有打其他的阵营，所以他们消耗是很多的。再加上这个 KVK 呢也是一直不断的跟我们消耗，除了消耗野战就是资源加速的部分之外，他们还要消耗自己的兵力来打我们的旗帜，要做防守。他们防守跟进攻呢，其实大多数都是用主账号了，大多数还是有用一些农场账号啦。然后后来的情况就变成这样子，土阵营的进度比较快，我们也是在慢慢的推进。还有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了，就游戏里面看到的情况，那这边960已经是几乎快要烧完了，快要到93的门口这边去了，这边土阵营也是几乎要把水阵营给推光了，所以这个 KVK 大概是这样子吧。那有不少人说960就是靠盟友，确实啊，确实就是靠盟友，没有盟友的话，这场 KVK 应该打不下来了，也没有办法胜利。
但是你们也得承认一点啊，因为93人真的太多了，960没有办法一个王国一个联盟去抵挡这么多的玩家。那你们可以看到93他们本来就有2个联盟了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副盟，再加上他们的盟友这边的战力有多少，然后你们再看一下960这里的战力有多少，就只有一个主盟而已，然后其他全部都是农场账号。所以你说960不需要有人帮助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就大概只有100多位的玩家，93再加上他的盟友差不多300吧，有人说400，我算300就好了。你是我们的2倍人数，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打2倍的人数，没有办法的，所以真的是需要盟友帮忙。但盟友帮忙也是有限，不是说全天24小时都在帮我们的，因为土精灵他们自己也是要去抵挡水精灵进攻的。那有一些玩家就抱怨说啊，水精灵没有用啊，水精灵很废啊。其实我们情况是差不多的，因为如果你是比较960跟93那一边呢，你会觉得说啊960很烂啊，为什么开局拿到的旗帜这么少啊？你们看一开始的情况，960旗帜这么少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啊960很弱什么之类的吗？肯定会吗？会觉得说啊960应该完蛋了，被93给打掉了。我们是很弱势的，慢慢把自己的旗帜坚守推到前面去。这个过程呢是没有人在乎的，没有人会觉得说960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才把那个旗帜变成这样子，只是会觉得说哦93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他只是盟友做得不好。当然这句话不是93自己本人讲的，而是他们的粉丝讲的，所以这边也是要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双方都有比较弱的一点，就是960对于93来说960是比较弱的，那土精灵跟水精灵比较来说，水精灵是比较弱的，双方都有一个比较弱的阵营。但不管怎样呢，双方都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了。那这边来做一个总结吧，为什么960会胜利，93会输掉？那93输的地方，我觉得只是单纯他们的资源加速战力不足而已。960胜利只是光靠他们有充足的加速资源战力，因为打仗嘛，粮草先行，如果你的粮草不足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继续再打仗了。那显然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账号，就算 KVK 是已经结束了，我的粮草还有很多，我还有391亿的食物，448亿的木材，457亿的石料，还有437亿的金币。至于加速方面呢，我还有剩下1700，大概1800天左右，所以你问我能不能继续打，我肯定是还能继续打的，我的加速资源还够的。但是对于93来说，因为他们多数玩家没有这么多的加速资源啦，更别说他们战力啦，多数玩家的战力呢都是比较偏低一点的，大概7000万8000万左右，所以你要叫他们去围殴旗帜之类的话，他可以围，但是之后就不能再打野仗了，所以对于93来说呢，他们有这点的困难啦。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如果下次960跟93再碰面，93有准备充足的资源加速的话，还是有机会打败960的。对于这一次的 KVK， 我的感想呢，其实有比起上一次面对93还要轻松一点点啦。虽然也是熬夜熬得很辛苦，但是上一次93有4个联盟嘛，这一次只有2个联盟加一个2027，其实还算是能够接受的。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盟友也很给力，有给到不少的帮助。那说实在，这个 KVK 真的要感谢盟友。没有盟友是真的不可能会胜利的。那这场 KVK 大概是这样子啊，我也不想大家有太多的仇恨了，因为93其实他们已经很努力了，也做得很好。至于水精灵那边就不做评价，因为我们面对水精灵的时间也比较少一点，所以不好说水精灵到底是表现得比较好还是表现得比较糟糕。我只是觉得说这一次960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好，因为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啦但是那些东西呢，我们内部那边需要自己去处理。那么这场 KVK 大致上是这么多啦，那之后当然会更新啊，这一场 KVK 的数据怎么样啊，然后击杀拿到了多少啦。那还有一点要讲的就是960的击杀又在提升了
又变成差不多要接近5兆的击杀了。那还有 MX 的联盟嘛，那我觉得 MX 如果有一些玩家过去的话，应该还可以再提升一点点啊，可以到5兆击杀的。但是击杀太高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，也因为击杀太高而导致到我们这一次 KVK 要面对93再加另外一个盟友。假设我们击杀没有这么高的话，可能还只是需要面对93而已，不用需要面对多另外一个王国。那大概是这样子吧。以上就是关于960跟1093第3回合 KVK 的情况。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，有哪些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，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